你好，我是阿力。今天的行情啊，真的是叫一个一泻千里。市场的恐慌贪婪指数呢显示是13，极度恐慌。但是我想说的是啊，手里你拿着币的朋友们，只要不是垃圾的空气币，那么怎么跌就会怎么回来。那么今天市场上还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消息啊，一会儿说什么美国前总统川普出来说比特币是骗局啦，所以才导致了大跌啊。那么在这里我想告诉你，川普说这句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任上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过啊。那么比特币后来不是还是到6万美金了吗？那么还有人说美国司法部啊追回了上个月这个美国东部一家石油管道公司因为黑客袭击他们要这个比特币的赎金，甚至还有人说啊迈阿密的比特币大会啊非常的令人不满意。那么我在暴跌的时候还专门跑到马斯克的这个推特上去看了一下啊，马斯克今天什么都没有讲啊，非常的老实。那么大家之前指责马斯克说他操纵比特币的说法是否还站得住脚啊？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黑客袭击美国石油管道公司赎金被追回的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可能会让很多比特币的这个新入行的新韭菜们啊，就感到这个是不是信仰的崩塌。那么大神们不用说啊，大神们一听就知道这个说法呢是纯属无稽之谈。那么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细聊一下。另外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迈阿密比特币大会上出现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瞬间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那个短视频了，就是有一个狗狗币的信仰者大闹比特币大会啊。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到多少有用的信息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好，我是阿力。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下，我们昨天的视频呢其实是提供了好几种寻找大底和大点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是经过很多老韭菜们他们这个亲身验证过的。大家没看过的，在看完我们这一期视频可以去前面翻一翻去看一看啊。好，我们言归正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司法部周一他追回了 Colonial Pipeline 支付的大约230万美元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赎金，打击发起此次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美国网络攻击的黑客。那么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呢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简单说一下啊。那么5月份的时候啊，这个黑客组织它攻击了美国大型的输油管道公司，我们翻译成中文叫科洛尼尔输油管道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随后呢就向黑客组织支付了等值约440万美元的比特币赎金，根据当时的价格这是75枚的比特币啊。那么司法部啊这一次是追回了超过80%的比特币的赎金，但是呢由于这个比特币价格近期下跌啊，这个在7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这些比特币的赎金呢只是略微超过了原本支付赎金价值的一半啊。那么根据当前的这价格是不到一半了啊。我相信住在美国东部的朋友们前段时间在加油站排队抢汽油的这个画面大家一定是记忆犹新的啊。那么我朋友圈也看到了有朋友分享当时呢就是因为这家石油管道公司遭到黑客的攻击啊，所以说这个油啊是供不上。那么后来这些黑客要求这个赎金以比特币的形式给出来。今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比特币追回来了一部分。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比特币不是去中心化的吗？不是有这个私钥吗？到底是怎么追踪回来的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轻轻松松就给追回来了，那么我手里面的比特币是不是也不安全了，也是可以轻轻松松被别人给拿走了呢？那么比特币的安全岂不是成为了笑话？那么加密货币轻而易举就被破译了，那怎么能称得上加密货币呢？其实这些话题在很多论坛都已经被讨论了无数次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比特币它采用的是这个哈希算法 SHA-256， 是至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较为安全的压缩算法之一。那么它是由美国 NIST 和 NSA 这两个组织共同开发的。这个算法呢是1993年5月13日被这个 NIST 和 NSA 设定为加密的标准。那么这个加密算法呢在这个当今的计算机水平之下呢是几乎不可能被破译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专业的论坛看一看大神们的讨论。那么当前不可以破译，那么未来是不是可以破译呢？有人说这个量子计算机发明的时候产生应用的时候，这个算法呢可能会被破译。那么到时候呢比特币是不是也会
归零，也会就是说没有价值了。那么我认为啊，既然这个量子计算机它已经能够使用了，那么比特币的算法一定会得到更加进一步的这个优化。这个技术呢，它总是在这个相生相克，它是在不停的在进步的。既然我们说这个很难破译，那么 FBI 到底是怎么追回这一部分比特币的呢？那么新闻上呢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那么推特上有人透露啊，是这个 FBI 得到了微软威胁中心的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我们猜测是不是这个黑客呢，他不小心将这个私钥呢留在了微软的服务器上，所以才让 FBI 拿到这个私钥，然后追回了这个赎金呢。那么根据新闻报道啊，这个黑客组织啊，他拿到赎金之后立马就解散了，很明显的是一群只为了钱的乌合之众啊。那么极有可能留下了很多的蛛丝马迹，才给了 FBI 一些线索啊。那么我们结合上面的这个猜测，可能他们真的是在某些服务器上留下了这个私钥。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实际上这个比特币核心的这个共识的价值，加密货币的本质呢，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比特币它还是比特币啊，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它就有人怀疑过了。那么老韭菜们，尤其是这个真正的信仰者们，是不会因为这些谣言而卖掉手里面的比特币啊，门都没有。那么只有新韭菜看到这些谣言，忙的就是慌不择路，赶紧出货。我们开头也说了，那么目前它怎么跌啊，那么将来它就会怎么涨啊？怕什么？一定不要怕，拿住拿稳了，这不是世界末日啊！只要呢你不做合约，你手里面拿这个币的现货啊，你输掉的呢仅仅只是时间。那么今天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大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猜测呢，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庄家他们联合在一起啊，他们有了一个共识，他们想要更低的筹码。那么技术流的博主啊，那么前几天一定会给你画一个 K 线的三角形，说这个大概率啊，明天还是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震荡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庄家骗技术流的把戏，他们会给你几次这个让你判断对了的这个错觉啊，那么诱骗你在后面增加杠杆和筹码，那么最后呢一击绝杀，你的技术就被他打倒了。这庄家就是这么玩的啊。那么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迈阿密比特币大会上这个狗狗币粉丝是如何大闹会场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短视频。Excited about the progress of LDK. Everybody, we have a very urgent announcement. All right, I don't know what's. I'm right. 好，这个视频看完了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比狗狗币的粉丝怎么这么无理呢？如果说你之前呢一直看我的视频的话，你一定记得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啊，就是比特币的拥有者啊，目前已经富起来了，对吧？那么狗狗币的拥有者还没有富起来，那么这就是这哥们儿啊，他去大闹现场的一个动力啊，这是我猜的。那么他在用自己最大的这个力气向全世界宣布啊 ，Doge to the moon。那么如果说狗狗币啊有朝一日啊它真的是冲向月球了，那么这哥们儿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那么看似呢是无关紧要的一场闹剧啊，但是呢却引发了很多有心的人对狗狗币的某些方面的好奇。那么我将这段视频的这个链接呢放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方，希望大家再往下多看半分钟。如果你看半分钟的话，你会发现嘉宾他有意无意的问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讲这个狗狗币了？那么这个细节呢被我这个朋友啊发现了，我朋友告诉我这个嘉宾呢对于狗狗币可能有更多想要聊的，比比特币的想要聊的还要多啊。那么过多的猜测呢我们今天也不多说了。我们开头还提到了这个 Musk 今天非常的老实啊，并没有发表任何有关比特币的言论。那么有人说啊，他是不是被这个匿名的黑客给吓着了？我昨天呢还真的是看了一下那个匿名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视频啊，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网络喷子啊，不值一提。那么 Musk 呢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太多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收看啊，不要忘记订阅，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